Hello， 大家好，我是卡皮。火箭队在每一部的神奇宝贝里都会收服新的神奇宝贝，但是收服的数量跟小智比起来就差得远了。然而虽然收服的少，他们临时用的神奇宝贝却是非常多的。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武藏临时用过多少神奇宝贝吧，你可能会吓一跳哦。第一只沙瓦狼，在小智将火爆后放生的那几点，火箭队决定去参加格斗大赛，但是由于手里没有格斗系神奇宝贝，所以他们就绑架了一个人，并抢走了他的沙瓦狼参加比赛。这只沙瓦狼非常厉害，轻松就打败了小刚的小拳石，然后再把夺冠热门艾比狼打败了。但我一定要吐槽一下这只沙瓦狼的智商，你的训练家你都分不清吗？再说你眼瞎，声音难道都听不出来吗？真为你那被绑架的训练家感到悲哀啊！第二只到第四只怪力、铁甲暴龙和巨钳蟹，这三只神奇宝贝都是板木留给武藏和小次郎镇守长幡道馆用的。这几只神奇宝贝都很厉害，刚开始小智完全就应付不了，可是呢，小智顶住一波攻势后就迅速开始反击，武藏顿时就慌了，所以输也是必然的了。第五只到第六只梦格仙人掌和诅咒娃娃，这两只神奇宝贝都是哈利借给武藏的。为了能打败小瑶，不让他获得最后一枚断代勋章，武藏和哈利结成了反派同盟。武藏先用梦格仙人掌通过了第一回合的审查，到了第二回合时，武藏则用诅咒娃娃对付小瑶的杰尼龟。本来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挺顺利的，但是久而久之，武藏和诅咒娃娃的配合就出现了问题。武藏让诅咒娃娃使出千年绝招，注意这一招是当神奇宝贝越不亲近自己的训练家时，威力才会越大。既然都使出这种招式了，那自然离输也不远了。在这一集里也交代了哈利为什么这么恨小瑶的原因，原来是因为他小时候被一个外表酷似小瑶的人抢走了吃的。好吧，这个理由很强。第七只长尾怪手，小智的长尾怪手也被武藏临时用过。当时由于武藏救了长尾怪手，小智为了表示感谢，只好同意将长尾怪手临时借给武藏参加华丽大赛。在这场华丽大赛中，武藏和长尾怪手配合得非常默契，最后还打败了小光的帕奇蒂兹，成为了冠军。另外值得一说是，在这一集里小智还吃醋了呢，甚至最后还以为长尾怪手要跟武藏走了。第八只到第九只竞技公园喷火龙和水箭龟，这两只神奇宝贝都是竞技公园里的。当时武藏假扮公园里的训练家来挑战小智，武藏选的这两只神奇宝贝实力真的是相当的强，但没办法，武藏作为训练家的能力实在是太差劲了，基本的绝招都说不出来，再怎么厉害的神奇宝贝给你都只能是输啊。第十只火箭队总部的喷火龙，本来这只喷火龙连同一只波士可多拉是西石鸟打算送给亚马多和小三郎的，但是却因为粗心送到了武藏和小次郎手里，然后武藏就让他去挑战厘米道馆。在这一场战斗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明显感受到这只喷火龙的强大，小智和小刚一度处于劣势。然而没过多久，喷火龙和波士可多拉就勒斗起来了，结果自然就输了。第11只小刚的不良蛙，没错，不良蛙在没被小刚收服之前，就有一段这样被武藏使用的黑历史。据火箭队回忆，不良蛙是尾随喵喵过来的，刚好那个时候火箭队为了得到别人的神奇宝贝，成立了一个虚假道馆。本来武藏一直是输的，但用不良蛙的时候就赢了好几场。然而最后小智又来挑战了，不良蛙在连续经历多场战斗后输给了小智的长尾怪手。第12只到第14只明春娃、河马兽和鲤鱼王，这三只神奇宝贝都是武藏参加山地研究所暑期研究会时所临时用的神奇宝贝。明春娃嘛，武藏一直就很喜欢，所以当武藏看到自己抽中的是明春娃时非常激动。这里重点介绍一下鲤鱼王，火箭队似乎天生就和鲤鱼王有缘分，不知道遇到过多少次了。这次呢，武藏要盲选一只水系神奇宝贝过河，别人选中的都是一些比较好骑的水系神奇宝贝，然而武藏却选上了鲤鱼王。当时武藏可以说是崩溃的，这让人怎么比啊？不过让人惊讶的是，这只鲤鱼王相当不一般，跳跃能力极强，一下子就让武藏超过了小光，虽然过程就有点那么不优雅了。第15只到第19只沙漠赖牙、风妮妮、魔妮妮、双大瓦斯还有尖牙农，这5只神奇宝贝全是小次郎的。武藏嘛，经常会借用小次郎的神奇宝贝，这些我们都习以为常了，一般都是用于参加华丽大赛，有个时候小次郎都不愿意借，但迫于武藏的淫威，还是只能借出去。曾经小次郎破例把风妮妮借给武藏参加华丽大赛，千叮咛万嘱咐，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让风妮妮使出舍身攻击，因为这招会让风妮妮受伤。然而武藏却还是用了，当时小次郎别提多心疼了。好了，那么今天分享就到这了，喜欢的就点个赞呗。我是卡皮，咱们下期见。